嗨，你好，我是玲玲。能够感染人类的病毒有很多种，有一些呢，因为用力过猛，容易作死，它们会导致人体的免疫系统失调，引起并发症，最终和宿主一起死亡。这类病毒还不算是成熟的病毒，比如埃博拉和 SARS。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成功的病毒都有一些什么共同的特点。第一个，人乳头瘤病毒，称 HPV， 一共有超过100种 HPV 病毒类型，以低危和高危划分。低危的主要是以皮肤疣为主，比如说扁平疣、脂疣之类的；高危的是有致癌可能的，16型和18型就属于高危，导致70%的宫颈癌发病。在病毒圈 ，HPV 病毒其实算是比较弱的，而且它弱得很持久，它弱得让人很尴尬。大多数的 HPV 感染并不会对人造成死亡威胁，它主要感染的是上皮细胞，主要通过皮肤接触和黏膜接触传染。造成的一般性症状也就是皮肤疣，不是太美观，尤其长在某些尴尬的部位，我就不放图了。95%的 HPV 感染基本上都能靠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清除掉。这种病毒性子也很慢，一般的病毒，比如鼻病毒或者是流感病毒，进入宿主细胞后，就像电动小马达一样，疯狂复制自己，最终细胞会被撑破，然后死亡。但是 HPV 的策略不同，它不着急杀死宿主细胞，而是让它自我复制更多的宿主细胞，只当细胞到达皮肤表面时，才会破裂，并且释放大量的 HPV 去感染新的宿主。那么它后来怎么癌变的呢？拿宫颈癌举例，其实就算是持续的高危感染，从感染到癌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，大概是5到10年。极少数人会发生的情况是 HPV 病毒一不小心整合进了细胞的 DNA 里，然后这细胞就变得只生不死了。癌细胞就是这个特点，它们不会死去，但是疯狂的复制，最后会形成肿瘤。所以针对宫颈癌最好的办法就是定期的筛查和疫苗。HPV 病毒就是靠这种坚持不懈的弱感染成功延续至今，虽然动静小，但是很能干。第二个 HIV 病毒，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了。首先，它的传染性其实并不强，哪怕打喷嚏和你握手都不会传染，它只是通过几种特定种类的体液来传染，在体外的生存能力极差。我们来看一下 HIV 的几个骚操作，它的目标很专一，是人体的辅助性 T 细胞，它是一种免疫细胞，类似战场上的传令兵。第二，打持久战，也就是潜伏期长，平均长度大概是10年。HIV 病毒是一种逆转录病毒，也就是能将自己的遗传物质插入到细胞的基因组，然后利用细胞大量的复制自己，去感染更多的细胞。最开始免疫系统会快速的做出反应，大部分病毒会被剿灭，但是有一小部分会低调的潜伏起来，而病人只会觉得像一次轻微的流感一样，而新的病毒会从潜伏感染的细胞中释放出来，开启下一轮的感染。你无法对它赶尽杀绝，这种对手是最难搞的，他们不断复制，辅助性 T 细胞一点点被破坏殆尽。这个时候 HIV 病毒携带者可能也没有任何症状，而当每微升血液中辅助性 T 细胞的数量低于200的时候，免疫系统正式崩溃，仿佛身体被掏空。HIV 病毒携带者进入发病期，几乎失去所有免疫力的患者会很快的死于感染或者是恶性肿瘤。HIV 病毒从发现至今难搞就在它会潜伏，杀不尽，而且变异快，疫苗很难开发。现在主要是用鸡尾酒疗法来抑制病毒的复制，推迟它发病的时间。第三个，乙肝病毒，它和 HIV 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而它也是最难治愈的病毒之一，同样也是慢性感染，它可以长期潜伏在细胞核中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，而一旦患者免疫力下降，病毒就会转入活跃的复制状态。而且虽然是双链的 DNA 病毒，但它的复制也存在着逆转录的过程，也就是可以把病毒的 DNA 整合到肝细胞中。整合后的肝细胞就是异常的肝细胞，是发生肝硬化和形成肝癌的细胞基础。这些特点让它成为一种可以控制但是不能彻底清除的病毒，有点像是游击战，很难一网打尽。注意，乙肝病毒的持续感染会引起肝炎，甚至导致肝硬化或者是肝癌，但是肝炎是由于自身的免疫系统攻击病变的肝细胞而引起的。有些人也可以长期携带病毒，但是却不发病，这就有点像个人免疫系统和病毒兼不兼容的问题了。总结一下， HPV、HIV、HBV 这3种病毒都不算是毒性很强的病毒，以至于人最开始都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，传播性和飞沫传播比也不算强，而且还有像带状疱疹这种会在人体内沉睡的病毒存在。它们一边与我们共存，一边又依靠持久的感染力来复制和传播，就这样与人类共存了这么久，而人类依旧没有找到方法完爆它们，只能指望疫苗了。可能最成功的病毒是传播性更高，致死率更低，甚至为零，最终与人类和谐相处。也许这才是病毒的生存奥义吧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内容，记得给我3连，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